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分析一下被告人是否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以及他的防卫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15点32，被害人回家，进入卧室就开始殴打被告人。15点44，被告人逃进卫生间，反锁门，打手机报警。被害人踹开门，将手机扔出卫生间，继续殴打被告人。被告人推倒被害人，趁机逃出卫生间，跑向卧室，想夺门逃生。请注意，1分钟内，被告人2次尝试自救、报警和逃跑，但都是因为被害人的追赶和继续殴打，自救未果。被告人知道藏了一把刀，但没有任何接近杂物柜的取刀动作。假设如公诉方所说，被告人具有主观伤害故意，为什么他被家暴超过10分钟了还不动刀呢？他还是先选择了报警和逃生。15点45分，被告人被打倒在地，被害人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持续践踏脚踢，长达2分钟。15点47，被告人被拖至杂物柜前，请注意是被拖至，而不是自主行动到凶器附近。他抓住柜子腿。再请注意，在被害人拖行受阻、松开被告人头发、继续践踏脚踢的34秒内，被告人始终手抓柜子腿，没有深入杂物柜取刀的动作，直到被害人骑坐在他身上，用双手掐住被告人的脖子，导致他无法呼吸，濒临窒息。如果被告人在此刻没有反抗自卫，那刑事庭审理的就是被害人涉嫌故意杀人案。综上所述，被告人在遭到被害人持续家暴、拖行、扼喉、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情境下，2次自救未遂，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利不受到侵害。辩护方认为，被告人具有明确的防卫意识，在案发当晚，他不想杀害被害人，他只想保护他自己。造成你死我活绝境的不是被告人，一手制造他的是被害人。以上就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及相关说明。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否在为了制止正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而实施了防卫行为。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实施的第1刀具有防卫性质，可是第2、第3、第4刀是在暴力停止后，不属于防卫，是伤害。作为辩护人，我是不认可的。其一，暴力停止了吗？对一位女性而言，难道要在被男性掐住喉咙的时候才叫暴力吗？难道要在命垂一线的瞬息才叫暴力吗？当被害人骑坐在被告人的身上，还在抢夺他唯一的防身工具，随时可以导致暴力升级，难道这不是暴力吗？暴力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但是它唯一不变的本质是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其2，被告人会认为暴力结束了吗？当他好不容易拿到刀，想要自卫之前，他忍耐、求饶、躲避、逃跑，反而使暴力愈演愈烈，长达了15分钟之久。试问，米茫何以判断他刺向被害人脸上的那一刀是可以将暴力终止，还是将其引致更大的报复？请法庭不要忽略一点，米茫遭受的家庭暴力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一场长达2年之久家庭暴力的冰山一角。一个长期被施暴的人，不敢、不能，也不会相信
暴力会停止。控辩双方诉争的焦点在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构成正当防卫需要2个条件：第一，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二，制止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伤害程度要在发生之后才能显现，可是侵害紧迫性已经形成。所以，衡量是否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应该以侵害的紧迫性，而不是侵害的强度为标准。考量防卫反杀案，我们还要还原防卫人当时的情境，而不能将瞬息之间的4刀强行割裂，忽略防卫一体化，更不能事后以理智思维开上帝视角审视倒退。请法庭还原米芒当时的处境：长时间遭受家暴，门被反锁，无处逃生，手机被抢走，求助无门。被害人的施暴升级，还反复扬言要杀死他。开上帝视角，以理性倒推，要求一位女性在被被害人骑在身子之下，脖子被掐住，大脑缺氧，濒临窒息，命垂一线时，还要准确把握需要几刀才能恰如其分地让暴力终止。试问，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持那样的冷静理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向不法低头。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米芒系正当防卫，恳请法庭判决其无罪。本院认为，被告人米芒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的暴力行为所致，但被告人在被害人暴力降级、意图停止攻击行为后，继续反复实施持刀挥砍、捅刺等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米芒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且被害人亦有过错，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2款，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米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应该多判他些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临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3份。闭庭。还有脸真的是。
要上诉。上诉又怎么样？再受一轮罪。你在法庭上说的多好啊，把我心里想的、嘴上道不出来的话都说了，但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上诉到中级法院，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再争取一次。有用吗？我认了，孩子也不争了，在这吃了睡，睡了吃，挺好的，什么都不想，至少可以不挨打，没人相信我无罪。我相信你。米茫，我相信你。为了你信我，不是为了我啊，米茫，是为了你的孩子，证明孩子的母亲是清白的。我上诉。好。陈公要求你出庭，那不行，他还坐着轮椅上呢。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我要出庭。你怎么想的？你干嘛非要露面啊？到时候人家一遍遍看你，都记清了你这张脸，以后出去到哪儿人都认得出来你在你背后指指戳戳的。我要上法庭讲，我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你这些话林律师能带你说呀？再说了，他坐着轮椅，10几20分钟就得躺平，那你怎么出庭啊？躺着出庭啊？躺着就躺着。萱萱，一辈子不只是一件事情。你为了打这场官司，你把什么都豁出去了，你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对呀。林律，我跟他妈的态度是一样的，不同意萱萱出庭。我有一个建议啊，根据现在赵寻的身体状况呢，他不能久坐，也不能上法庭进行答辩，所以我是可以申请延期开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赵寻的身体恢复情况，争取更多的庭前准备时间。如果到时候你还是决定要出庭的话，身体状况也会更加适合。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做决定，可以商量商量。延期好，坐久一点，好出庭。林律，真的可以延期吗？当然可以，这个是法律赋予赵寻的权利。谢谢，谢谢玲玲，谢谢。好，那我去申请。好好养伤。你慢走啊。萱萱，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身体养好了，其他的都不要再想啊。
他还真要出庭啊？延期开庭的理由是他还在康复，没法到庭。法院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充分，所以批准了延期开庭。他居然要出庭，你觉得是这个理由吗？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是，林看正在临海代理一桩家暴反杀案，他为他做无罪辩护。一审被判故意伤害，3年有期徒刑。他们已经上诉到中院，如果这边延期，他刚好可以以律师的身份诉完最后一桩刑事案，注销律师证，为赵寻公民代理。真是个狠角色啊！上诉人米芒提请2审法庭改判，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那就是被激活的正当防卫制度。 2020年8月28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 要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要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在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 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的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辩护人恳请2审法院能够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依法纠正1审判决，改判米芒无罪，给米芒一条自由之路，给正当防卫制度一条光明之路。 经2审审理查明，上诉人米芒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符合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对公诉人提出的本案不属于正当防卫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系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意见， 本院予以采纳。原判判决认定，米芒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 一、撤销海东省望海县人民法院2020海星出自第24号刑事判决。2、改判上诉人米芒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李听。 法庭不许笑话，肃静！法庭不要笑啊！冷静点，冷静点！哎，你不能过去。
不知为何想离开，只记得总看不到未来，在时间凝视下，低下头像小孩，知道对什么依赖，只是当爱从来不存在，在真实镜头前剪掉它，再不拍，心情像钟摆，摇曳纷乱，曾经同未来，已都难猜，一颗心在分秒间来回切换，看着你的眼睛，找寻另一个答案。头在迷途漂泊人海中，心在流浪追寻爱与梦。一叶孤舟与你再相逢，带我走出一个个荒丘。执业证、终止执业说明、行政审批证明、财务结算业务办结证明，都在这儿了。审批的时限从受理之日起，大概需要20天的时间。20天以后呢，已经不再是律师了。我可提醒你啊，你一定得想好。我想好了，师姐。哎，那就麻烦您了，谢谢啦。走了啊。走吧。拜托啊。喂，李总，我是尹生。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想约您见个面，谈点事儿。那具体什么事情？我找个合适的人跟你对接。不需要中间人，我不跟耿涛谈，就咱俩，1对1。就我们俩。如果你也希望继续保密，妥善解决的话，那我指定地点。没问题。如果你担心安全，你可以带人来。但是谈话就咱俩，除非你不在乎是否要继续保密。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手机请交给我们保管。帽子，抬手。包里装的是什么？这个不能告诉你。我要开包检查。哎，女生，隐身，女生，你的包，我需要更多检查。隐身，女生。你们俩先出去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完璧归赵，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也就是意味着，你不想再保持沉默了。我只能保证我不撒谎。
这件事情你还告诉过别人吗？毕竟这件事儿让人知道，对我、对您、对谁都不好。手机还我。谁呀？菲律，我是尹生。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不好意思，上次见完您，跟了你一段。哦，有事找我？我愿意出庭为赵寻作证。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赵寻等你很久了，我替他谢谢你。进来，快快进来。这林看没少花心思，他能千里迢迢的跑到望海，去给尹生的前女友做无罪辩护，还帮他离了婚。现在公析术起到了作用，交换到了尹生给赵寻作证。你不考虑撤诉吗？我为什么要撤诉？这到底都有一些影响吧？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他能证明什么呀？证明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喜欢过赵寻？这用不着他证明，我也从来没有遮掩过。你就不担心开庭之后，整个局面和结果会有变化吗？有，不足为虑。来，坚持住啊！哎，非常好，非常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坚持，坚持。哎呀，很好，很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行，再来。哎，非常好，非常好。来，阿姨，吴大夫，你好，怎么样啊？早死罪了，出满头大汗的，加油，加油，加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对，我有事儿想跟你说。啊，那你歇会儿先。医生，我跟律师先聊会天。好，好吧。你慢点，慢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呀，轻点，快快。等一下，等一下。到那儿坐着聊去啊。阿姨，我来吧。哎，我给你们倒点水去。好好好，谢谢啊。我们去那晒晒太阳。好。
擦汗汗。啊，好消息啊！尹生答应了为你出庭作证。终于有人证明我说的话。你看现在事情有变化了，所以我们俩要讨论一下诉讼的程序。我可以坐轮椅出庭？不是，我想争取你的同意，再一次申请延期开庭。为什么要延期啊？因为我想你提起另外一起民事诉讼，一旦法院立案审理的话，根据诉讼的关联性和案件的因果关系，那成功的案子就要根据你提起诉讼案件审理的结果为依据，所以我们要争取让法院先审理你的起诉，或者是两案合并审理。如果你的诉讼结果被支持的话，成功的名誉权诉讼大概率会被法院驳回。告什么？告谁呀？之前延期开庭的理由是赵寻无法出庭，这回是申请新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新证词。这林看在搞什么呀？你认为他的新证人证言会是什么？任大，您对尹生还有印象吗？那个第三方匿名报警人？您知道林看去万海县无罪辩护的家暴反杀案被告人是尹生的前女友吗？这和赵寻成功有什么关联？之前尹生在赵迅刑事指控中保持缄默，可能是和程董那方达成了某种默契。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我知道林看延期在等什么了。你猜他下一步会出什么招啊？当然猜到了，但我谁也不告诉。坐下。坐下。陈先生，您电话。谁打的？是个座机，不接。打了2次了。喂，哪位？请问您是成功吗？你是谁？我是文理区法院立案庭，请问您是成功先生本人吗？民事诉讼我已经全权委托认证律师了，有问题你们找他吧。程先生，这个电话不是关于您的名誉权纠纷案的，而是通知您作为被告，被原告方赵寻起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赵寻告我性骚扰？是这样的，2021年2月5号上午9点，您本人或者您的诉讼代理人到我院，地儿你们也熟，接受诉前调解。我知道了。程董。喂，任正。刚才文理区法院给我打电话，赵寻告我性骚扰。我马上过去，面谈。我等你啊。不然，走。陈先生，人律来了。陈董，陈董，快坐。
谢谢，谢谢。关于尹生，你得给我交个实底儿，否则我没法对结果和全盘正确预判，选择很可能完全错误。我们曾经达成过默契，他保证不对外讲我的任何事情，我也不追究他报警诬告我。这个默契现在不存在了。让尹生背信弃义，林看是怎么做到的？林看这几个月一直在等，几次合理的利用延期开庭，等到今天，等到了2个结果：新证人的出现和民法典实施。刑事指控被撤案后，我已经放弃了，还可以告他性骚扰吗？不构成强奸案，不代表没有性骚扰啊。民法典今年正式实施了，首次确立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和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的法律进程正在加快，随着性骚扰民事案由的增设，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成年或者是未成年，都可以站出来，以法律之名追究性骚扰侵权的责任。强奸罪的刑事认定和性骚扰的民事认定要件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举证艰难，但是你现在有了一位关键的证人尹生，他虽然不能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在这3个月里面遭遇了职场性骚扰。他是全程见证的目击证人。尹生愿意替我作证吗？我居然从原告又变成了被告，我告他，他告我。你预测一下这2起诉讼会是什么结果？那就要看尹生看到了什么，了解多少。这点我还真没法预测，你心里比我有数。现在能叫停吗？只能试一试。主动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还要看程董的意思。那试一试吧。师傅，您进来吧。您随便坐啊。哦，都铺开了。师傅，您随便坐。好了。师傅，您喝果汁还是喝酸奶啊？你不管，我自己来。就喝水啊。行。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啊。那我就直说了。嗯。他答应私下道歉、和解，一定经济赔偿，并承担所有治疗康复费用。那条件是什么？双方撤诉。Non-perfection, I remember that.
still think of that. You jump octave and turn the key too high. Ooh. 时光缄默，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波澜壮阔，看透了冰与火，各自挥霍，读懂了爱与痛，都是枷锁，就此别过，转身离开解脱，让过去的过去投生于将来，按下暂停键，重新决断，让此刻的延续出发去下一个。有谁能完美，能放下狼狈，人生在沉浮中起落，体会爱的滋味。有谁能完美，就让它完美，爱无畏，心有愧，让时间